你曾经有咬指甲的习惯吗？你身边有朋友看到脸上有痘痘就会忍不住去抠去挤的吗？明明知道这些习惯其实没有很好，为什么还是会忍不住一直这样做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抠皮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从疫情开始之后，相信很多人已经渐渐的养成出入公共场所都要在手上喷一下酒精的习惯。那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你手上有个伤口，那喷下去一定超痛。而这对于三不五时都要咬指甲抠皮肤的人来说呢，可能是一个很常见的困扰。根据研究统计，全世界大概有 2% 到 5% 的人口受到了抠皮症的影响，其中又有3%都是女性。这个抠皮症也被称为是脱皮症或是皮肤搔抓症而患者最典型的行为就是会无意识的抠自己的皮肤，忍都忍不住，然后在身上留下很多的伤口或是疤痕。得了抠皮症会怎么样？为什么总是停不下来？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式呢？在开始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怎么样开口谈性别、外貌、性征，可能是家长还有老师们最关心却也最苦恼的一件事。所以这一次，卫生棉品牌爱康决定协助各位家长还有老师一起陪着孩子发展多元的自我认同。现在只要上爱康官网点选性平之路专区，就能够免费下载性平教育资源，让家长、老师在跟孩子们沟通性别议题时，有辅助的教材搭配使用。我们都知道，教育除了靠学校，家长的陪伴也很关键。而这次爱康也特别提供了亲子懒人包指南，内容聚焦在孩子们青春期所面临的性征、气质变化，希望让家长在陪伴孩子接纳自我的同时，也能够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想要知道性别议题该如何谈起吗？那就赶快点击我们资讯栏的连结，下载爱康性别指南吧。首先，我们还是先要来定义一下什么是抠皮症。虽然说是抠但实际上除了抠以外，患者也常常会出现抓、咬、挖、撕、挤压或者按压、搓揉、抚摸等等的动作。而他可能会去抠的地方也非常广泛，可能是咬指甲、撕自己的手指皮挤脸上的粉刺、抠背部的痘痘等等。而这些动作呢，都可能会对当事人的皮肤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比如像是伤口感染、色素沉淀结痂、留疤等等。那虽然大部分的行为都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但抠皮症也可能会在任何年纪发作。有的时候，患者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之下开始抠皮肤，比如说冬天他看到自己有一小部分的皮肤比较干很在意呢，就会常常去触摸，后来渐渐的会开始用指甲去抠甚至用牙齿咬。而这个过程呢，不只抠掉死皮还可能扯下健康的皮，造成了伤口，而伤口愈合、结痂或是增厚生成的硬皮，又会再度的引发患者想要抠皮的冲动。有的时候患者没有意识但很多时候就算他知道自己这样不好，想要控制却还是改不掉，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看不顺眼，看到皲裂的皮肤伤疤、痘痘这些感觉有瑕疵的东西呢，容易让人有一种想要把它们全部清除掉的欲望，把讨厌的东西弄掉，心里也会舒畅一点。那这边呢，就进入了第二个原因很多患者之所以会出现抠皮症的行为，可能是因为他当下面临了压力或是负面情绪，不管是内心觉得焦虑，或是对很多事情都感到麻木，透过抠皮肤所带来的触觉感官的刺激呢，都有可能让当事人觉得舒压，觉得安心。不过，就像刚刚说到的，虽然看到丑丑的皮被抠掉，心里也因为刺激而觉得舒压，但留下来的伤口一样还是不太美观。有的时候状况比较严重可能还会留下疤痕，甚至引发细菌感染，让这一切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除了会造成皮肉伤或是比较不美观的问题之外呢，更麻烦的是连患者的生活、人际关系、心理状态也会一起受到影响。对抠皮症的患者来说，因为停不下来的冲动，他身体某处的皮肤可能一直都有着伤口，而面对这些伤疤，他的内心常常会很矛盾，无法长期控制抠皮的冲动，甚至在抠皮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一些满足，但也常常会对这些行为感到后悔羞耻，怕被别人发现，怕被别人觉得不卫生不正常。那如果伤口是在手上、脸上这种会暴露在外的部位，患者可能会遮遮掩掩的用衣物遮掩或是仰赖化妆，但如果遮不住，他或许就会直接减少参加这个社交活动，少去公共空间，甚至不太想要出门。久而久之，当然也会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跟人际关系。
那这种明明知道不好却还是一直想要做的状况，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所谓的强迫症。但是抠鼻症可以说是一种强迫症吗？之前我们曾经有做一集要讨论了强迫症跟一些疗愈的影片，那这边稍微复习一下什么是强迫症。心理学上面定义的强迫症呢，包含了强迫行为跟强迫观念这两个部分。强迫行为比较容易观察就是会有反复的无法控制的行为，而至于强迫观念呢，指的是患者已经很努力想要去忽视或者处理，但还是不断侵入脑海里的负面想法。比如说，明明前一刻呢就已经关掉瓦斯了，却还是无法控制的担心会发生这个火灾啊、意外，不断的跑去检查。那他身边的人呢，可能会从他一直不断的想要检查有没有关瓦斯的这个强迫行为，发现患者的异样，开始怀疑他有强迫症。那以这个关瓦斯的案例来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强迫行为，是为了要回应很担心会发生意外的强迫观念，所以这确实可以算是强迫症。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强迫行为的出现并不是来自于负面想法的强迫观念，这样的状况呢，就比较不符合强迫症的定义。那这两种状况呢，抠鼻症患者都有可能会遇到。刚刚讲到抠鼻症的行为确实属于强迫行为，但这些强迫行为有可能会伴随着强迫观念，也有可能没有。在抠鼻症的患者身上呢，强迫观念的负面想法可能是如果不除掉身上某些皮或是疤，亲近的人呢就会厌恶自己啊，或者离开自己，所以他忍不住就会一直抠，一直抠，一直抠。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会被诊断同时拥有强迫症与抠鼻症，而更严谨的说法呢，是以抠鼻行为作为表现形态的强迫症。而至于没有强迫观念，只有强迫行为的抠鼻症就类似我们一开始介绍的例子，患者的抠鼻冲动并不是来自于负面想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想要抠，又或者光是抠鼻这个动作的本身就能够让他觉得舒压。好的，那说了这么多，如果我们自己就受到了抠鼻症的困扰，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如果你属于有强迫观念的强迫症抠鼻症，或是你的情况真的很严重，那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寻求医疗的专业帮助。但如果你的状况没有严重到需要立即的医疗介入的话呢，或许可以考虑试试以下几种方法。当你注意到自己突然有抠手指、咬指甲或是抠痘痘的这个冲动的话，可以问问自己我现在是为什么想要这样做？最近的压力比较大吗？我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负面情绪我没有处理？如果是因为压力大、感觉焦虑，可以试着找找其他排解的方法，比如说握握这个舒压球，压压这个包装用的泡泡纸，触摸这个粗糙的纸张，让自己在舒压的同时手也有事情可以做，还不至于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那如果是情绪低落啊、忧郁、麻木，可以试试用熏香去抚慰你的嗅觉来代替抠出这个伤口的痛觉，同时制造出这个舒适的氛围。那当然，更治本的做法呢，一样还是要找到导致负面情绪的源头，或者找到其他长远的抒发管道。那如果抠鼻夫的冲动是因为对自己身上的缺陷觉得不顺眼，经济状况允许的人可以考虑去做美容啊，或是保养。当你把指甲弄得很漂亮，或是把皮肤弄得很光滑，可能就会比较舍不得去迫害它。而其他小 paper 呢，还可以尝试物理性隔绝，比如说用痘痘贴保护住痘痘，这样呢，就算无意识的去抠脸，也能够先被阻挡。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要再次强调，这些 paper 呢，并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还是要看看你的症状或是个人状态。而且有时候抠鼻症可能是来自其他没有发现的病因，比如说像是皮肤疾病啊、自体免疫疾病，都可能直接或是间接的造成抠鼻症。所以如果不确定自己的情况，最好还是直接寻求医师专业的这个诊断跟治疗那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边。而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很谢谢大家。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这个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一开始我们是注意到，身边有些朋友偶尔会习惯性的去咬指甲，去研究之后呢，才发现原来这可能是抠鼻症。而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蛮多案例都有说到，那些症状的动作或者在身上留下的疤痕，都让他觉得很羞耻，他讲得很丢脸，常常不知道要怎么样求助，结果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透过这支影片来让更多人认识什么是抠鼻症，希望越来越多人掌握这个资讯之后，可以体谅支持患者，并陪伴他一起寻求需要的协助。
好的，那最后想要问大家你有抠鼻症的经验吗？有，我小时候也会咬指甲，但长大之后慢慢就比较少了。B 有，我看到有痘痘呢就忍不住会挤一直很难控制。C 没有，但看完这集呢会想办法关心可能有症状的朋友。D 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抠鼻症。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强迫症以及厌食症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智奇西西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